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霸王。这虽然只是一句俗语，但却在峨眉山猴子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近几年来，外出旅游的人越来越多，峨眉山凭借猴子伤人的事件可以说是火遍了全网，劝退了很多想要前去游玩的游客。那么峨眉山的猴子究竟有多顽劣呢？在2015年的时候，顽劣的猴子还将一名游客推下了悬崖，导致其当场死亡。为了挽回形象，峨眉山工作人员不得不将闹事猴王当场击毙以儆效尤。然而景区的这种做法并没有平息游客的愤怒，并且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，人猴大战至今仍未结束。可让人感到疑惑的是，为什么峨眉山的猴子会如此顽劣？难道他们天性就是如此吗？峨眉山上的猴子叫做藏友猴，在当地景区还没有被开发以前，他们还能够非常快乐地生活在自己的栖息地内，甚至受到当地佛教的影响，在寺庙中也时常出现他们的身影。在这个时候，藏友猴还是人们眼中温顺乖巧的动物，与僧人们更是相处得十分友好。然而随着景区被不断开发，藏友猴的栖息地开始有人类闯入，他们平静的生活被破坏。对于游客们来说，能够看到猴子是一件十分开心的事情，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给他们投喂食物。而藏友猴很快适应了这种饭来张口的生活，他们逐渐放弃了自己寻找食物，每天等着人类的投喂，到最后演变成主动索要，甚至直接动手抢夺。除此之外，灵长类动物的学习能力是很强的，一些没有素质的游客总是会做出伤害藏友猴的行为，于是他们逐渐模仿学习，用这些从人类身上学来的动作进行反击。所以这样看来，藏友猴之所以会变成这样，人类的行为是脱不了干系的。为面对藏友猴的攻击，人们总是选择默默忍受，为什么不进行反击呢？实际上，藏友猴属于我国独有的物种，所以为了保护它们，将其列为了国家2级保护动物。我们如果对其造成了伤害，也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。相信没有人愿意自己在旅游的过程中给自己带来如此大的麻烦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很多人即便是遭到了攻击，也只会选择忍耐，很少会有人反击。不仅如此，作为灵长类动物的藏友猴拥有着很高的智商，它们之所以对人类发起攻击，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索要食物失败。面对体型比较健硕的男性，他们可能并不会做出过激行为，而老人、小孩以及即将比较弱的女性就成为了他们攻击的主要对象。毕竟软怕硬算是所有动物的天性，再加上藏友猴通常都是组团一起活动的，所以当他们对人类发起攻击的时候，同伴必定不会在一起看热闹，因此游客们总是会遭受到一群猴子的攻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便是想要还手也是有心无力的，所以大多数游客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赶快结束这场闹剧。正是因为藏友猴伤人事件频繁发生，所以如今峨眉山的客流量减少了很多，大部分想要去欣赏美景的游客担心自己以及家人的安危，都会选择前往其他地方游玩。而与藏友猴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正是温顺有礼貌的金丝猴。有了对比以后，藏友猴更是遭受到了一轮又一轮的网暴。尽管他们不会上网，但却做到了臭名远扬。为了防止藏友猴伤人事件再次发生，景区应该做出哪些防范措施呢？其实归根结底，藏友猴变成如今令人唾弃的样子，景区的开发者是脱不了关系的。如果不是他们一味的拓展景区，藏友猴的栖息地也不会遭受到破坏。有了自己的生存环境之后，人类与他们的接触必定会减少，攻击人的时间也不会愈演愈烈。所以事情发展到如今的地步，开发者一定要反思自己的行为，并且重新规划峨眉山的发展策略，尽量平衡好藏友猴与游客的关系，这样一来才能够持续发展下去。为了防止此类恶劣事件的再次发生，景区内也设置了一些保护措施和提示标语，尽量拉开藏友猴和游客的相处距离，并且在各个地方增强安保措施，这样一来就能够减少事情发生的概率。不过对于游客来说，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也是十分重要的。毕竟藏友猴很多攻击人的动作都是从人类身上学来的，所以我们在看到猴子的时候，一定不要靠得太近，也不要主动给他们喂食。如果真的遭到了攻击，也要以自己的生命安全为主，并且及时寻求工作人员的帮助，才能够尽快从中脱身。到目前为止，峨眉山仍旧没有彻底杜绝猴子伤人的行为，所以大家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不过相信总有一天，我们能够找到与他们和谐相处方法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曲普文新征稿啦！